Hello，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馒头妈说故事的时间喽。在说故事之前，还是一样要提醒各位，要记得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馒头妈说的好听的故事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个很温暖的故事哦。故事开始喽。今天要讲温暖的抱抱。不知道啊，各位有没有很喜欢跟爸爸妈妈抱抱啊？哇，馒头妈的薯条弟总是常常黏着馒头妈呢。跟馒头妈说要抱抱抱抱，馒头妈也超爱抱薯条弟的，因为这个抱抱的感觉太棒了。所以今天这个故事就分享给大家哦。在一座静谧的森林里，住着一只叫做抱抱的小熊。你们觉得小熊长什么模样啊？它有圆圆的耳朵哦，还有软软、好舒服、好蓬松的毛哦。重要的是，它有一双很温柔、很温柔的眼睛。它叫做抱抱啊。所以啊，它非常特别的地方啊，就是它最喜欢用拥抱来表达关心哦。森林里的所有的小动物们都知道，你不论是开心啊，还是难过，你只要找到宝宝啊，你就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咯。有一天清晨啊，太阳才刚刚露出了一角，小兔子在草地上开心的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。突然，砰的一声，不小心就被石头绊倒，摔倒在地上了。它的膝盖啊，擦破了皮，疼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。这时候，抱抱刚好经过，看见小兔子坐在地上，眼中闪烁着泪光，他就立刻跑过去，轻轻地蹲下来，在他旁边，用很温柔的声音说：别怕，让我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好不好啊？小兔子抬头看着抱抱，点了点头，张开它双臂，好好的拥抱了抱抱。这时候，小兔子仿佛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，好像也没有那么痛了。它的疼痛啊，减轻了不少呢。过了一会啊，它便擦了它的眼泪，破涕为笑地说：谢谢你，抱抱，你的拥抱真的好温暖，让我都不再觉得那么的痛了。抱抱微笑着点头，轻轻地拍了拍小兔子，说：没关系，只要你需要，你知道的，我随时都在哦。傍晚啊，森林里的秋风吹得树叶沙沙地作响。小松鼠正爬上高高的树枝，准备收集橡果。就在它快到树顶的时候，一阵强风突然吹来，吓得小松鼠晃了一下，它的身子差一点滑了下来，心里害怕极了，好害怕，好害怕哦！他双手抓住树枝，紧紧的，他都不敢动哦，很怕会突然掉下去哦。这时候啊，抱抱听见小松鼠在树上小小的惊呼，他马上来到树下，温柔的呼唤着小松鼠。小松鼠，别怕，我在下面接着你呀。听到了抱抱温暖的声音，小松鼠感觉心里的恐惧好像慢慢的减少了。它深吸了一口气，小心翼翼，一步一步的从树上慢慢的爬下来。当它一踏上地面，抱抱立刻给它一个紧紧的拥抱哦。谢谢你，抱抱。
小松鼠紧紧地拥抱着抱抱。这个时候，它的心跳慢慢恢复了平稳。宝宝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拥抱啊，让我感觉到就像阳光一样的温暖，好舒服，好舒服的感觉哦。宝宝轻轻地拍着小松鼠的背，笑着说：“你知道的啊，只要你需要哦，我的拥抱啊，可是永远为你准备着呢。”随着日子过去啊，森林里的小动物们慢慢地发现，原来啊，抱抱的拥抱可不只是给受伤或者是害怕的动物带来温暖跟安慰，还能够带给无尽的快乐跟安心哦。大家呀，都说着，抱抱的怀抱啊，就很像一个小小的温暖堡垒。你进去之后啊，所有的烦恼都会消失不见哦。有一天的夜晚啊，月亮高高的挂在树梢上，小狐狸却睡不着了，因为它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了。在梦里啊，它走丢了，迷路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小狐狸坐在自己的小窝里，心里七上八下，害怕极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呢。这时候，抱抱刚好经过了小狐狸的家，看到他一脸忧心，便轻轻地敲了敲门，问小狐狸说：“怎么了，小狐狸？你看起来好像有点担心哦。”小狐狸低着头，小声地说：“宝宝，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，我好害怕哦。”抱抱温柔地笑了笑说：“没事，这只是梦啊，真的只是梦而已。来我旁边，我给你一个拥抱，让你感觉到安全，好不好啊？”小狐狸点了点头，走到了抱抱身边，感觉到那温暖而安心的怀抱。抱抱轻轻地拍着他的背，低声地说：“放心，无论在梦里呀，还是现实中，我们都会陪着你哦，你永远不会孤单的。”这时候，小狐狸感觉到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呢，它不再感觉到害怕哦，它反而很安心的在抱抱的怀里打起了瞌睡了。不一会儿它轻轻的闭上了眼睛，睡得安稳又甜美呢。抱抱帮它盖好了小毯子，然后静静的离开。小狐狸在梦里露出了温暖满足的笑容，仿佛抱抱的拥抱一直陪伴着他，让他不再害怕。从那天起我这个抱抱小熊可是成为森林里大家的拥抱英雄呢。无论谁遇到了困难或是感觉到孤单，他们都会跑去找抱抱，寻求那个非常舒服又温暖的怀抱。抱抱也觉得很幸福呢，因为他发现每一次的拥抱不仅可以带给别人温暖，也可以让他的心更加的充实呢。哇，讲到这里，馒头妈好想赶快去抱抱薯条弟哦，好好的紧紧的拥抱着他。那你们呢？有没有想要拥抱的人呢？希望你们都可以在那个温暖的拥抱里获得了幸福感哦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咯，馒头妈可是要赶快去抱抱薯条弟咯。那在说再见之前，再提醒大家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希望馒头妈的故事带给大家很温暖的感觉哦。拜拜。